大家小时候有被体罚的经验吗？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体罚有争议，但却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管教方式？管教小孩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体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根据教师法施行细则的定义所谓的体罚指的是使用某种让孩童的身体或精神会感到痛苦的方式来惩罚他，那这种行为就可以算是体罚。举例来说，像是打屁股打手心、打耳光，或是要求学生交互蹲跳、罚站、罚写，属于身体层次的体罚；而言语的辱骂、恐吓、差别对待或是没收学生的物品，则是属于精神层次的体罚。那如果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刚刚讲到这些，应该都有在学校、家里看过或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体罚。事实上，在2006年，台湾已经透过立法禁止体罚，不过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曾经被体罚。有的家长自己打不够，甚至还会去跟老师说小孩不听话就要打。另外，很多人就算觉得体罚不好，也会说如果遇到不听话的屁孩，那还是要用体罚，因为这最有效。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体罚到底有没有效？如果我们真的要完全禁止体罚，有没有其他更完美的管教方式呢？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开始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明设计推出了生活教育绘本，内容包含了怎么过马路、预防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还有建立身体界限、认识挫折情绪、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生活观念。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许多家长回报小朋友每天都想听。另外还有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热爱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好玩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现在10本全套组合有现省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去看看吧。在讨论体罚有没有效果之前，我们可能会需要先定义或确认一下这边想要达到的效果或目标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会运用到体罚的场合主要有学校跟家庭两个地方。那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学校，大人要体罚小朋友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不听话，需要阻止他。举例来说，老师上课的时候呢，有个学生一直在吵闹，为了避免其他学生受到干扰，老师可能就会叫他出去罚站，或是爸妈带小孩出门，小朋友在路上乱跑，为了怕他危险，爸妈就威胁他，你再不听话我就没收你的玩具。那在阻止这个角度上面，这些体罚的手段多半都蛮可以立即就看到效果的，因为它的威慑力很强，可以让小孩迅速认知到现在你已经快要碰到某条线了，最好不要太超过。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强化认知的功能可以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了解是非对错。也有些人会强调体罚甚至可以强化孩子的学习能力，比如说考试总是答错的人，叫他罚写100次，写多了就不会再写错了。不过如果我们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其实目前还没有比较客观的科学证据能够证实体罚对于小孩的学习成果有帮助。而且虽然体罚的当下可以很快的阻止某些行为，但长期下来也会带来更多不同的负面影响。这边的负面影响主要呢有2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对于小孩本身，另外一个是对于双方的关系。首先，根据研究，长期被体罚的小孩未来会有更高的暴力侵略倾向，也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反社会行为或其他行为上面的问题。那虽然师长体罚小孩的初衷是想要灌输他正确的价值观，但这个时候小孩也会学习到，如果我看到有个人做了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那选择透过暴力的手段去威吓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当他长大以后，就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学习师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尤其在不知道能怎么办的时候，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最直觉的选项。另外，因为体罚的过程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也会导致他跟师长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举例来说，一个被体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那个会体罚他的老师很凶很讨厌，所以当他在课业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请教那个老师，然后问题没有解决，表现更差，又要被骂。但从师长的角度来说，体罚让双方关系不好，小孩出现强烈的敌意，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下，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沟通，最后无计可施，大概又只能够选择用体罚的方式解决，再度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注意到，很多人都会说亚洲的国家最喜欢体罚了，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所以欧美国家就没有体罚了吗？
首先先来看看美国，美国不同州的法律对体罚有不同的规定。目前有19个州的法律并没有禁止体罚，但是这些允许体罚的州对于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体罚，以及可以用什么方式体罚，通常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例如体罚之前呢，应该要允许学生有机会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或者老师必须要记录体罚的理由，并在事后写书面报告给家长看等等。在欧洲的部分，他们的态度就相对一致。欧洲国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如果成年人受到任何肢体或言语的攻击，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小孩在法律上面也应该公平的享有相同的对待。所以从1979年瑞典的法律全面禁止体罚开始，其他的欧洲国家就陆续禁止学校体罚。现在除了梵蒂冈之外呢，所有欧洲国家都禁止学校体罚。近几年呢，欧洲国家比较常在争论的议题是在家庭当中父母能不能够对小孩体罚，而这个部分不同国家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规定。像是瑞典、德国、西班牙等等的国家呢，就完全禁止家庭当中的体罚。德国父母如果打小孩可能会面临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另外像是英国、比利时的法律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家庭体罚，但也都慢慢的朝向完全禁止体罚的方向前进。2019年，法国也通过了一个象征性的法令，禁止父母体罚小孩。那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说到体罚会受到什么处罚，但要求夫妻的结婚誓言需要宣读，父母行使侵权时不得对小孩施以肢体或心理暴力。好的，那看到这里最后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完全禁止体罚，那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管教小孩，特别是很皮的小屁孩呢？很多人在教育小孩的时候都会有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知道体罚不好，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能够体罚，在处理小孩的问题时候呢，又会感到蛮挫折，或者是有蛮多无力感的。那根据专家的建议，第一步或许可以先判断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紧急，不立即处理的话，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遇到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紧急，也不会有生命安全的危险，那对话就是替代惩罚其中一种最好的方式。可以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倾听孩子的想法，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并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并分析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遇到的是需要当下马上阻止的行为，像是上课的时候吵闹，除了体罚以外，也可以用暂时隔绝的方式，像是请小孩到旁边的办公室自己看书，先避免他影响到其他同学，等到下课的时候再进行沟通。如果真的不得已需要处罚小孩，那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要避免使用暴力，也避免伤害孩子的自尊，而且呢，一定要有明确的沟通，包含倾听他为什么这样做，让他知道你为什么需要处罚他，而那个处罚的界限在哪里。可以的话，也可以试着听听他对于这个处罚的感想，甚至邀请他思考，如果立场交换，他会怎么处理眼前的问题等等，换一个角度让他来体会自己所造成的困扰，以及你所面临的两难。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更多的议题呢有很不一样的讨论空间。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这集好像多半是在讨论体罚不好，不应该体罚，但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理解师长为什么选择体罚其实也蛮重要的。大部分的人在体罚小孩的时候，心里一定难免有些矛盾，他希望小孩好，同时也希望解决眼前的问题。虽然知道体罚会有伤害，但在各种原因之下，最后还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管教。这些原因可能包含了他小时候就是被体罚教育过，他曾经看到体罚有效的那一面，所以长大之后呢，就很直觉的复制这样的经验。而另外不知道怎么解决，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当他从小接触到的选项有限，遇到非常棘手的管教问题，情绪也会变得比较焦虑。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透过体罚把自己的焦虑发泄在小孩身上。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选择体罚的人很可能自己就是体罚教育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支影片让大家注意到体罚的问题，一起来讨论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的人会选择体罚，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有其他可能。而且所有的爸爸妈妈跟老师，大家都是人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情绪，这都很正常。我们认为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学习的。就算一时忍不住用了比较激烈的方式管教，在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如果可以坦诚的跟孩子承认自己有情绪，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甚至向他道歉，或许也有机会在事后修复一些关系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对于体罚的看法是什么呢？极度讨厌我小时候被体罚过，我觉得会用体罚来管教，代表他本身能力不足。B 原则上不支持但遇到特殊状况还是觉得应该用体罚。所以强烈的支持我觉得爱的教育会带来太多问题体罚才是最有
有效的。第其他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体罚教育。此外，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家长说我是为了你好以及家暴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这样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